高冷校花患有严重的自闭症，从小到大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直到我当了她的同桌。开始我以为她就是个哑巴，就一直旁若无人地跟她聊天。虽然每次都是热脸贴冷屁股，但我也不在乎。却没想到，在我不理她的时候，校花竟然开口说话了。我就在你旁边，你为什么去找别人？第二天，她的富豪老爸找上门，给我又送钱又送吃的，热泪盈眶抓住我的手。我女儿终于说话了。小伙子，以后就靠你了。这话直接给我整懵了，没想到话痨还能治好哑巴。沈浩辰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我讪讪闭上嘴，做了一个拉上拉链的手势。老师无语地看着我，给你换了99个同桌了，每个都能唠得那么欢，给你调成一个人做了，竟然抓着猫也能唠。要不要我给你颁个奖状啊？全班同学齐刷刷转头看向我，只见旁边一只小猫正生无可恋地打着瞌睡，同学们向猫投去了同情的眼神。行了，服了你了，下节课开始你坐苏映雪旁边，下课。说完，老师拍拍讲台走了，同学们同情的眼神又投向了我。只因苏映雪是传说中最不好惹的大佬，虽然是个哑巴，但他刚来第一天就在学校掀起了腥风血雨，有几个小混混带头欺负他，他直接一个飞踢把对方踢出10米远，最后那几个人被学校开除了。苏映雪还完好无损地坐在教室里，更吓人的是他还是年级第一，足以可见这位大佬有着极高的智商、强大的力量和谦虚的性情。老师这回可是下了狠手，我是爱说话，可是我也怕死啊。苏映雪倒是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像往常一样默默地坐在那里。我战战兢兢把东西慢慢搬过去，结果我没想到下节课竟然是数学。数学我的一生之敌，要么捞要么睡。坐在苏映雪的身边，我死死撑着眼皮，不能睡不能睡。最终我还是艰难地憋出一句话：苏同学，我有个毛病，不说话会死，我说话你就当没听见好吗？苏映雪像看傻子一样看我一眼，然后默默把头转了回去。我把她的反应当作是默认，开始叭叭起来。苏同学，你知道吗？咱们班的那个谁和那个好像谁在一起了，还有昨天中午我们的那个午饭。苏映雪默默把耳机戴上，我跟没看见一样继续叭叭。一堂课下来，我的嘴都干了。往旁边一看，苏映雪原本冷着的脸好像竟然出现了几分暖意。我使劲往前凑，在听什么好歌呢？给我听听。不经意间一瞄，发现她的手机界面上竟然什么都没有，也就是说苏映雪的耳机里根本就没放东西。我下意识往她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苏映雪的脸微微有些红，脸上带着一丝暖意，可能是我的错觉吧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们一直是这样的相处模式，我在旁边一直叭叭叭，她就静静听着。可这种模式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抽查考打乱了，如果再考倒数，我妈可能会骂死我。于是破天荒的我第一次课上没和苏映雪说话，反正一直以来她也视我为空气，想来应该没关系的。第1天、第2天、第3天，我咬着笔头努力做着笔记，又到了万众瞩目的数学课，啥也听不懂。完了，我颓丧地低下头。这时旁边竟然推来了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，我惊奇地看向苏映雪，只见她神情有几分不自然。我记得她从来不记笔记的，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？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浮现在脑海，不会是苏映雪特整理了一份吧？很快我就把这个想法甩到脑后，她怎么可能为了我再写这么多没用的字呢？一定是她从别人那里要过来的。于是我连忙向苏映雪道谢，谢谢，苏映雪，你是我的神。结果最后一句说的有点大声，全班的视线瞬间聚焦在我们这里。苏映雪把头埋在臂弯里，耳尖微红，我赶紧摆摆手，没事，拜神呢。同学们早已对我的神经见怪不怪，打趣了几句又恢复了正常。我倒是仔细想了想数学及格的可能性，年级第1的笔记再加上做题，总能混个及格线吧。可是我得有人给我讲题啊，卷子上一片红。我默默看向埋着头的苏映雪，可惜了，苏映雪哪儿都好，就是不会说话。我也不能麻烦人家，用笔写那些麻烦的步骤给我吧。于是我拿起卷子走向班长的位置，舔着脸笑，班长大人，麻烦您给我讲道题呗。班长点点头，很有礼貌地让我坐下，把卷子拿过来要开始。我刚把头探过去，卷子就被一股大力抽走了。我俩抬头一看，刚才还在座位上好好坐着的苏映雪，不知何时来到我们面前，脸上隐隐有些怒火。我就在你旁边，你为什么去找别人？闻言，我和班长瞬间亚麻呆住了。不仅是我们，全班也都炸了。他竟然会说话了。苏映雪的这句话犹如一颗惊雷投入深海，一炸3尺高。一阵沉默过后，同学们的眼神都不约而同转向我。别看我，我也不知道苏映雪为什么突然不哑巴了。班长迅速反应过来，指着我惊奇大喊：沈同学，你的话痨竟然还能治病！班级里传来各路的议论，天哪，话痨还能治哑巴？
沈浩辰到底跟苏映雪聊了什么？急得他话都会说了。苏映雪不耐地拽住我，过来，我跟你讲。我一脸惊悚地被他拉回座位，毫无灵魂地开始听题。不是，苏映雪，你还没解释你为什么会说话了？难道我的话痨竟真有如此功力，让哑巴都能恢复声音？我的思绪天马行空，直到头被一个暴力敲痛。苏映雪脸色不是很好看，别分神，魂被那个班长勾走了。我匪夷所思地看他一眼，这叫什么话？明明是魂都被你吓没了。那天过后，苏映雪就开始正常说话了，但她的话还是很少，大多数都是托腮默默看着我侃侃而谈，日子还是照常过。这次不一样的是，测试考我靠着苏映雪顺利通过了。就在我每天沾沾自喜，不用再受老妈威胁的时候，一个晴天霹雳劈到了我家。这天老妈正在厨房做饭，我在客厅打游戏，清脆的门铃声打破了平静。我和妈妈疑神疑鬼地开门，却发现门口站了个潇洒老帅哥，身后跟了一排黑衣保镖。我俩第一时间就想关门找帽子叔叔，却被一股大力顶开了门。潇洒老帅哥提着一大袋东西，激动万分，笑着挤进门。你就是沈浩辰同学吧？我是苏映雪的爸爸，特地过来感谢你的。妈妈迅速变脸，堆出笑容。哎呀，是同学家长啊，你说这孩子也不告诉我一声。苏老爹自顾自坐在沙发上。哎呀，我们家苏映雪的自闭症都好几年了，找了无数名医也治不好，多亏了你儿子，还望请你多和苏映雪说说话。我就这一个女儿，以后还指望她养活我呢。原来苏映雪不是哑巴，是有着严重的自闭症。老妈给我甩了一记眼刀，意思是一会儿再收拾你。紧接着去洗水果了。聊了一会儿，我才明白苏映雪的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她自初中开始就不再说话。苏映雪父亲带她去做检查，医生说她患了抑郁症，有些自闭。有些自闭和自闭症不是一回事吧？很明显，苏映雪父亲将孩子的抑郁完全忽略，关注点全在究竟能不能说话上。苏老爹喜笑颜开，我女儿恢复正常，我们老苏家后继有人了。我本来还想着。话落，我紧紧盯着苏映雪父亲，总觉得他下一秒就要说出再生一个这样的话。他自知失言，连忙拍拍脸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嘴，行了，也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老妈赶紧追上来，吃顿饭再走吧，你看我们也没好好招待。两人虚假寒暄的聊天声渐渐远去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苏映雪其实并不是哑巴，而是抑郁。可是抑郁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一个人完全失去了与人沟通的欲望？苏映雪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开朗了10几年的我，头一回感受到了迷茫难过这种情绪。妈妈将苏映雪父亲送到楼下，便赶紧上楼找我，她表情严肃。浩辰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班这个苏映雪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我将苏老爹送来的大袋子打开，里面装着的是满满的人民币，另一个盒子是人参鲍鱼。他离开的车引擎声传来，我们走到窗户旁，那是一辆劳斯莱斯。妈妈屏幕里的百度百科还亮着，上面是苏映雪爸爸的照片。他一身西装，暴斃自信，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。他叫苏泽民，是苏氏集团董事长。苏是我们省的龙头企业。他的妻子，也就是苏映雪的母亲，在多年前因车祸死亡。妈妈表情有些不忍。你多跟那个同学沟通沟通吧，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，但别深交，咱们跟人家不是一个圈子。这东西咱送回去。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和妈妈收拾起桌子上的东西来。第二天，我像往常一样踏入教室，苏映雪还是早早就坐在位置上。我走近一看，竟然是在给我改卷子。桌子上还放了一份热乎乎的早餐，我努力吞咽着温热的包子，心里一片酸涩。吃完后，我小心翼翼望向苏映雪，少女的眉眼在晨光下温柔似水，她被我盯得脸上泛起红晕。怎么不说话？我低下头，神色有几分悲伤。那个家里出了点事。我随便编的理由，竟让苏映雪面露几分担忧，但她仍旧不善言辞，沉默了几秒，将自己正在听的另一只耳机递给我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接过它放到耳朵里，是一首悠扬的钢琴曲，带着些许空灵的吟唱。我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和苏映雪一起在无人的教室里听音乐。之后再回想起自己的高中时代，那大概是最美的一幅画面。我探出手，轻轻握住苏映雪的小臂，对上她略惊讶的眉眼。我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气音说话：苏映雪同学，以后和我多多说话。苏映雪眼睛笑成了一对月牙，让我看呆了。沈浩辰同学，希望你只和我一个人说话。他带笑的眼睛中有几分认真，半晌却转头轻笑一声：逗你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昨天我就决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，让苏映雪摆脱抑郁情绪，尽快走出来，恢复正常。但前提是不能让对方过于依赖自己。于是我开始不断要求苏映雪给我讲题，她也一直不厌其烦地答应我的要求。渐渐的，我的成绩上去了，有好多人甚至过来找我讲题。他们不敢打扰苏映雪，
于是，一到下课，我的课桌周围就围了一大圈人，将我和苏映雪隔绝起来。1周后，苏映雪心烦意乱地赶走那些人，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。这是我表妹，她比他们更需要你的帮助。苏映雪说她快要中考了，再不辅导就要没书读了。我没想太多，就主动和同学们说明了情况，专注于给她表妹讲题。苏映雪这才满意，每天不再苦哈哈，扬起了笑脸。除此之外，我也费尽心思逗苏映雪开心，想尽办法让她开口多说几句话。你看，窗台上有蜗牛，它好可爱，咱们给它取个名字吧。老师写的板书好复杂，你给我说说上面是什么意思呗？她给我买了早饭，我也要回她。怕这个富家千金吃不惯，我还要跑好几里路去高档餐厅买，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频繁，苏映雪都察觉到了。她似笑非笑看着我，我不是哑巴，说话没问题，你是在可怜我，让我练习发声。我连忙摇摇头，不是的，我知道你不是，那你是暗恋我了，小同桌。说了一半的话被打断，苏映雪笑意盎然，心情很好的样子。我如同被打了当头一棒，瞬间清醒，舌头像是打了结。没有，我才没有。苏映雪原本笑着的眼睛暗下几分。那是为什么？我支支吾吾，她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神色怔愣。苏泽民去找过你了。愤怒爬上少女的眉梢，随即是浓浓的失望和落寂。所以你真的是可怜我，给我买早餐，是因为想两不相欠？我捏着小拳头捏乳。不是的，是因为钱。苏映雪表情有几分嘲讽。那些人收了钱，莫儿更变本加厉地欺负我，你也一样吗？我拼命摇着头，想要抓住他的手臂，却被他躲开。我的心抽动了一下，他神色哀痛，却还是在看见我眼中的失望后慌张了一下，迅速回抓住我的手。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对不起。沉默在我们之间流淌，最后苏映雪低低说了一句我几近听不清的话：可怜我也可以的。话落，我像是被人揪住了心脏，喘不过气。苏映雪用几近落荒而逃的姿态跑出教室。回到家后，我一晚上没睡觉，思考了一夜，自己对苏映雪是什么感情呢？我想圈子什么的都没关系的，自己对苏映雪不是可怜，是喜欢。我很肯定想起她走时那可怜巴巴的表情，我的心脏就开始抽痛。明天去告诉她吧，告诉她我很喜欢你，不是可怜，我也不要两不相欠，你是值得被喜欢的。可我满怀期待地走进教室时，却发现苏映雪的位置空无一人。之后的2天，我也没见到苏映雪，对此我焦急万分。苏映雪生我的气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多天不来上学？直到第4天，我等来了苏泽民。这次的他原形毕露，骨子里的尖锐和冷漠尽显，暴毙不屑地看着我。还以为你能是什么好鸟，结果是个一心乱撩我女儿的货色。苏映雪就因为我那天去了你家，现在又不说话了，被我关了禁闭。什么？他被关在家里了？我惶恐不安地看着苏泽民，他笑容讽刺：不要再做丑小鸭变天鹅的美梦了，我已经为他挑中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少爷，等他大学毕业就结婚。如同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只觉得通体冰凉。我好像知道苏映雪为什么会抑郁了。大人的自以为是，我们无法抵抗，只能被动接受。清醒着痛苦，我紧紧捏住手心。我是真心。真心又如何？苏泽民迅速截住话头。我告诉你，苏映雪要出国了，识趣点就别挡她的光明前途。假如你还执意坚持，我不介意动用我的能力，让你和你母亲永远消失。说的真吓人啊！可我知道他完全能干得出来。我调查过，你是单亲家庭，母亲就是个小职工，对吧？说完，苏泽民一点也不拖泥带水，转回身就走向远方。我被留在原地，茫然无措。头一回接触到爱的我，还没能完全得到，就被阻拦在圈外。苏映雪要出国了，我会阻拦她的大好前途，就算她不在意，可我还有家人。我站在雨中，头一回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荒唐的感情。第2天，我面无表情回到了教室，桌子上还是一份熟悉的早饭。苏映雪脸上戴着口罩，眼睑上略有淤青，难道是苏泽民打她了吗？我心脏一抽一抽的疼。原本在家里已经练习无数次的场景，此刻却让我手足无措。我径直走上前，将那袋早餐扔进垃圾桶。苏映雪瞳孔放大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我尽量让表情淡然，坐回到座位上。苏映雪胸膛上下起伏了几下，随即恢复平静，平静地拿出书，平静地翻开，平静地记笔记，赌气一般不去看我的脸。整整1个上午，我们都没有任何交流。直到中午吃饭时，我起身想去取饭，被他一把拽回座位上。你讨厌我了？
苏映雪近乎哀求地看着我，我不忍地逃避着她的视线，一言不发。随后我将饭盒带回来，机械咀嚼着口中的饭菜，沉默着吃完饭。苏映雪再次拽住我的手腕，以往让人崇拜的大佬，此刻却放低了姿态，轻声向我说着对不起。我真的十分想问他，你错在哪儿了？错的一直是我啊！自以为是弟和他说话，自以为是弟可怜他，自以为是弟喜欢他，到现在自以为是弟抛弃他，眼睛已有几分酸涩。我闭上眼，鼓足勇气让自己狠下心来。我已经和老师申请换座位了，你打扰到我学习了。苏映雪愣了愣，我不想听她再道歉，便转身出了教室。换过座位后，我们都会有新的同桌、新的大学、新的生活，彼此互不相扰。那之后，苏映雪没再来找过我，我也渐渐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。后来苏映雪有了好朋友，她能像普通人一样开朗地大笑了。她还去打排球，参加演讲大赛，她越来越耀眼。学校里追她的帅哥越来越多，她甚至还上了校花榜，而我还是那只躲在壳里只会叽叽喳喳叫的小鹌鹑。我尽力让自己不去注意苏映雪，可越是这样想越是徒劳。不知不觉间，快到了苏泽民说的出国时间，即使心中愁绪万分，但我仍面上不显，像往常一样上下课。直到这天放学，我留下值日，扫完地推开门的一瞬间，正好对上苏映雪的眼。她似乎等了很久，但没有丝毫不耐。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人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僵在了那里。她的眼神中隐含热切的期盼。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我不感兴趣，快走，赶紧走，心里这样想。可苏映雪轻轻拉住我的衣袖，我便走不动了。她有些无措，似乎又觉得这样与理不合，却不知道怎样进行下一步动作。我有些心疼，只好出声。什么事儿？苏映雪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。我的病并不会使人变成疯子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闻言，我只是闭上眼睛，轻轻嗯了一声。我以为苏映雪变了，变得更好了。她说话更加流利自然，性情更加开朗大方，而不是现在这样怯懦而自卑。假如我的存在让她难过，那我宁可消失。我心里像拧着一股绳。苏映雪着急地继续说下去。得这个病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……我一惊，苏映雪这是想干什么？我知道的越多，对她就越不利。我赶紧装作听不见，往相反的方向走。可这样一来，原本还在踟蹰犹豫的苏映雪，却以为我要跑，更加坚定地将我拽回。我的母亲和苏泽民出轨的那个女人，玉石俱焚了。我愣住了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当年的那场车祸，原来另有隐情，但其实我是知道的。我不仅一次去调查过那场车祸，甚至还去探过苏泽民的口风。苏映雪的母亲自从得知苏泽民出轨后，就一直郁郁寡欢，甚至多次单独在苏映雪面前自杀。最后一次清醒的时候，她不顾苏映雪的阻拦，开车去将2+1撞死，自己也死在了那场车祸中。她应该很后悔没能拦住妈妈吧。我很心疼苏映雪的这一段经历，可更让我心疼的是，她在被我伤害后，仍执意要将自己的伤疤揭开。所以可怜我吧。我抬起讶异的眼，正好对上她的眼睛，哀痛的、决绝的、晦暗而浓郁的爱与恨在苏映雪的眼波中流转。如果一开始只是可怜我的话，能不能再可怜我一回？别离开我。我的心塌陷下去一大块，爱的人就在眼前。他自揭伤疤的原因，竟是为了让我们的关系恢复如初。可妈妈还在家里等我，我故作冷漠。抱歉，借过。苏映雪的眼睛暗了下去，我听见她轻声说：“抱歉，让你困扰了。”不敢看她的眼睛，逃也似的回到了家里。妈妈在厨房里做饭，她拿着铲子，神色讶异。浩辰，你怎么了？我呆愣愣地望着镜子，那里面的自己眼睛红肿，哭得好狼狈，再也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打击。我哇一声哭了出来。爱一个人怎么这么难啊？苏映雪的小心翼翼、悲切与渴望，与现在的我又有什么区别？妈妈好笑地给我擦着眼泪。小小年纪怎么就开始吃爱情的苦了？是因为你那个自闭症小同桌吗？我瘪嘴轻轻点头，将苏泽民威胁我的事情一股脑全说出来了。妈妈听着听着，脸色就开始严肃。怎么，法治社会他还想干这种事情？他是在吓唬你呢。别害怕，妈妈在这儿呢。我一边哭一边往妈妈怀里钻。可是他说的没错，我和苏映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不该阻拦他出国的。妈妈轻轻安抚着我。你们都需要成长，但这不意味着你们必须分开，这样你们2个人都会受伤。你需要和他说清楚。听了妈妈说的话后，我的思绪渐渐清明。为什么2个人彼此相爱，却要饱受相思之苦？我要让苏映雪知道，我也是爱她的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第2天我才知道，昨天是苏映雪出国前的最后一天，她想在离开之前最后一搏，哪怕得到我的可怜也好，却被我无情拒绝了。我想联系苏映雪，却发现她把我的一切联系方式都删除了。再想到她走时那句“抱歉让你困扰了”，我想明白了一切。
他以为自己对于我是一种打扰，干脆在我的世界永远消失。因为我的犹疑，我们再次错过。高考后，一个消息再次让我如遭雷击，妈妈晕倒在了岗位上。我浑浑噩噩赶到医院时，她正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。明明前几天还在和我说说笑笑的妈妈，现在身上插满了管子，等待着死神的审判。我跪在地上，大颗的泪珠砸在地上。老天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内心的绝望无处可诉。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长大了。我越来越像以前的苏映雪，从活泼开朗变成不愿与人多说话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妈妈坚持让我上大学，我只好申请了助学贷款，每天打工支撑生活和医药费，从代打到写文章，从做家教到代课代取快递，从校门口的餐厅到离家很远的加油站，我什么都做过，哪里都去过。也是这几年里，我深刻感受到了人的恶意，它可以是无缘无故的，也可以是突如其来的，但都尖锐而刺耳。我越来越离群独居，学会了低下头走路，那样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与人对视。走在大街上，我希望自己是透明的，是不存在的。有时候我想，自己如果从来没存在过，那样也挺好，甚至出现了讨厌人类的想法。但这种念头一旦冒出，就会被自己很快打消，变成迎向妈妈的笑脸。生活还是有希望的，比如妈妈的病在一步一步好起来。但可惜的是，现实压垮了我的一切神经，自己整个人都变得自卑且不自在起来。妈妈将我的变化看在眼里，经常会心疼地抱住我。浩辰，不要被我拖累，趁年轻多去走走吧。可我已经没了走出去的欲望。我也终于懂了苏映雪当年为何不愿与人沟通，也明白了自己的年少无知给她带去了多大的伤害。我也明白自己现在和苏映雪的差距越来越大，早已物是人非。2年了，妈妈快要出院，苏氏集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苏泽民在1年前病危，苏家独女交接苏氏的新闻，当时每天都在电视上循环播放。苏氏的所有权已经全权交给苏映雪，可她还是毅然决然出国，并将集团的业务发展到国外。最近才刚有苏映雪要回国的消息。令我惊讶的是，朋友圈里竟然出现了一条本不应该出现的消息，那是一张飞机上的图片，配文是终于。我第一时间觉得这是苏映雪，可迅速被自己否认。她出国的时候把我的一切联系方式都删了，怎么可能还能看见她的朋友圈？可看见那个熟悉的昵称小熊，我很快就想起了，这是苏映雪的那位表妹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苏映雪用她表妹的微信发了这条朋友圈？无论如何，她要回来了。苏映雪一定已经变成了更加意气风发的少女，身边的追求者一定还是那么多。她会不会还记得我？可自己这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能让她看见，因为家庭变故。之前的同学聚会我都借故不去，就连班长都识趣的将我自动遗忘了。我和苏映雪本就是2条不该相交的平行线，那就这样吧，能远远的在电视上看着她也挺好的。可自己的自欺欺人很快被一通电话打乱了。沈浩辰同学，这周末有同学聚会，你来不来？我有事儿，你们聚吧。每次都有事，这次苏映雪也来，你真不来？一听见这个名字，心里就有种不真实的震动。我轻声捏着，我真的有事。班长那头一阵细噜声，随即是小声的嘀咕，他真有事。过了一会儿，班长才又说话，那下周末行不行？你什么时候没事儿？我有些疑惑。班长，你那边有人吗？班长慌慌张张的回答，没有啊，你给个准信，我们就等你呢。为了你，我们都可以改时间啊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又不知道怎么拒绝。班长那头又开始低声说话，怎么办啊？沈浩辰，苏映雪不一定能过来，你快点给个时间，我们都等着呢。不知是因为不好拒绝，还是抱着什么希望，我鬼使神差的答应了班长。答应后又是浓重的后悔。我在想什么？我怎么有脸见苏映雪？万一苏映雪真的来了怎么办？但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去了，简单收拾打扮了一下，可推开门的一瞬间就被里面的光芒闪到睁不开眼睛。同学们变化都好大，他们穿着漂亮时髦的衣服鞋子，围坐在一处，他们奉承讨好的对象朝我这边望过来，我一下子就僵在了原地。是苏映雪，她变得更好看了，眼睛越来越明亮，外表到内在都无可挑剔的她，自然而然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。反观我这边就显得有些尴尬和落寂，没人和我打招呼，我就自顾自坐在一个角落，自己的灰暗和这明亮的房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低下头，小口嘬着面前的饮料。班长视线热情地和我打招呼，沈浩辰，过来坐。说完往另一头挤眉弄眼，大家这才认出我来。浩辰是你啊，刚才都没认出来。善意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我这才觉得放松了一点，正打算混过时间就赶紧走，一道阴影落在我面前的桌子上，是苏映雪。她不知何时走到了我面前，同学们不一会儿就跑到另一处唱歌去了。
角落里就剩下我们2人，我紧紧攥着手中的杯子，神色慌张。苏映雪自然地坐到我的旁边，然后玩起了手机。我对自己刚才的紧张感到无语，连忙也拿出手机，开始漫无目的的各种刷。虽然我们离人群很远，可还是时不时有人过来和苏映雪举杯攀谈。她每次都能自如应对，谈笑风生中拒绝或者掺杂生意的继续聊。我就像巨婴阴影旁的雏鸟，幼小而暗淡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苏映雪这是故意来折磨我的吧？我起身打算走，却被一把拽回座位，就如同2年前一样。我呆呆看着苏映雪，她脸色微红，但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。我有事要和你说。我平静地坐回原位。我想和你说我回国了。闻言，我下意识看向苏映雪，她气场微冷，仿佛要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双手却在不自然的搅动，看起来很紧张。她这是在没话找话。对上我探究的眼神，苏映雪下意识挺直了肩背。苏泽明当年威胁你的事，我最近才知道。提起当年的事，我脸色难堪，再次回想起那段不愉快的岁月，我的胆怯给了他太大的伤害。但这场闹剧终究要有一个结果，我如释重负。对不起，苏映雪，当年我不懂事，伤害了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我的眼神坚定而真诚。苏映雪张张嘴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只是轻轻道一声没关系。我放松身体，尽量让自己的声线保持平稳。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苏映雪点点头。我拿起外套往门外走，走着走着，我发觉不对劲，苏映雪怎么还跟我一起出来了？但可能也是人家突然有事，我不好意思问，就一直故作自然地走着，直到都走出了店外。我低头找打车软件，刚才离开的苏映雪却将车停到我身前。上车，我送你。我摆摆手，不用麻烦你了。上车，有事跟你说。又是有事跟我说，我都做好老死不相往来的打算了。苏映雪却几次三番打破我脆弱的护甲，我只好无奈地上了车。苏映雪平静地看着前方，握着方向盘的手却青筋暴起。我正常毕业不是2年，所以这次算是提前回国。我好奇地望向他，回国是为了正式继承苏氏吗？新闻上都在播报呢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不是，我在国外就已经办理了过继手续。我有些尴尬，懊恼自己的记性怎么能这么不好。苏映雪握着方向盘的手却是紧了又紧。我回国其实另有原因，你刚才和我道歉，我接受了，可我还没有正式和你道歉。我愣了愣，你有什么可和我道歉的？苏映雪一个急刹车，等前面的红绿灯，她仿佛有些忍无可忍。沈浩辰，你被我爸威胁过，你不害怕不委屈吗？我鼻尖一酸，当然害怕，当然委屈，还有因为你而起的矛盾与心酸，都被我一个人吞到肚子里。可这些除了妈妈，又有谁会理解呢？苏映雪认真地看着我，我替苏泽明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让你忐忑不安，让你惊慌失措了。我眼中蓄起雾气，几近要兜不住泪滴。我为什么会喜欢她呢？因为她是如此心思细腻的一个少女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她都能懂我的有苦难言，包容我的矛盾难堪，她轻抚我的眉间。我以为自己回国早了，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没有你的日子，可现在发现自己回来晚了。这2年里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变得沉默了？想到刚才我的暗淡与苏映雪的光芒四射的对比，我一下子变得清醒，慌忙逃离她的指尖。苏映雪的眼神一下子变得落寂失望，我低下头，不敢直视她的目光。我家里出事儿了，妈妈生了大病，我每天要出去打工挣钱。说出不敢与人言说的困难与苦楚，我却没觉得有多难过。苏映雪愣了一下，紧接着眼神变得无措和心疼，她低声呢喃：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就算你讨厌我，我也不应该走，怎么能留下你一个人？我真该死！我打断苏映雪的自言自语。现在我们两清了，彼此都不用再觉得亏欠愧疚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我打开车门，逃避着苏映雪的视线下了车。身份差距太大，对于我和她都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我现在自卑怯懦，在苏映雪面前有10000个不自在，所以再次选择了逃避。即使知道这样做不好，可下意识还是下了车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浑浑噩噩地继续学业，打算到时间了就把妈妈接出院。好不容易到了周末赶回医院，却在病房内看到了苏映雪。护士姐姐笑得八卦：这个姑娘这几天一直来医院照顾阿姨呢，你女朋友真好。我红着脸五味杂陈看着病房里的景象。苏映雪此刻正忙上忙下地给我妈盛饭，时不时还笑着和她打趣。没来由地，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稳稳的安全感。苏映雪转身看见了门外的我，眼睛一亮，妈妈冲我招手：浩辰，快进来。我快步走进病房，向苏映雪感激的点头示意，握住我妈的手。妈，恭喜你出院，我在家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妈妈笑得促狭。那给小雪准备了什么呀？我脸颊微红，却还是故作镇定。我不知道她会来。妈妈拉着我的手，苏映雪自觉地退出房间，她眼神带笑，但也略有几分忧虑。
小雪跟我说了她的想法，她一直在等你，等不来你，她就主动过来了。我心头一抽，头垂得更低。浩辰，我知道你因为我的病和之前的事情，心态大不如从前。可是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？你们都需要成长。现在我看到苏映雪的成长了，你也应该遵循自己的内心，迈出那一步。是啊，一直以来我都第一时间选择逃避，从而伤害了苏映雪。但一直沉默寡言的她，一直都是那么赤诚热烈，始终坚定地走向我，一次次放低姿态，一次次说服自己走向我。我要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吗？她的羞怯，她的笨拙，她的温柔，她在我面前的独一无二，我已经为此而心动了数万次。承认吧，你是喜欢苏映雪的，说爱也不为过。望向妈妈含笑的双眼，我终于获得了莫大的勇气。这一次就让我真正走向你。我放开妈妈的手，推开房门，心中默默描摹过数次的少女，就那样逆光站在窗边。她还是像当年一样眉眼带笑，但仍旧不喜多言。即使时光流转，苏映雪还是一如往常在原地默默等着我。我为什么从不珍惜，想要将对方从我身旁推开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她眼中的我和自己心里的她是一样的光芒四射？苏映雪目光灼灼，像是要将我现在的样子永远记下来。我终于拂开心中的乌云，向她坚定地走过去，就像她曾经做过的那样。苏映雪同学，你是不是有点暗恋我？不是有点，是很喜欢你。她认真地抬起头和我对视，所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们就这样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对视，如同2年前我值完日，她在走廊里等我一样。那时的她眼里尽是哀求，这时的她眼底满是笑意。我轻轻抱住苏映雪，这句话应该我来问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做你男朋友吗？苏映雪眼里的惊喜和讶异简直快要溢出来。我宠溺地摸着她的秀发，满足地将她搂在怀里。那我要自首，男朋友。我低头对上她带笑的眼。我没有表妹，小熊就是我自己。这回换我惊讶了，看着她得意的笑，我有一瞬间回到了那个喧闹又带着橘子汽水味的夏天。苏映雪眉眼带着怒气，那是她第一次开口说话。我就在你旁边，你为什么去找别人？那时正好有风吹进教室，吹散了我脸上经久不消的热意。我想自己就是从那时起爱上她的。